大家好，我们来聊一个可能你我都很有共鸣的话题哦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每次做简报啊，最头痛、最花时间的，好像都不是内容本身，反而是那些排版、设计、找图的小事？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一个可以彻底改变这一切的革命性技术 ——AI 简报工具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见证怎么从一片空白，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变出一份超专业的简报。你想想看，为了做一份简报，是不是常常花了好几个小时，就在那边调字体大小、改颜色、找图片，然后又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就这样无限循环。这个痛点我相信很多人都懂。好，那现在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旁边多了一个全新的副驾驶，这些 AI 工具哦，它不只是那种冷冰冰的自动化软体，它更像是你的创意伙伴，可以帮你把脑袋里那些零散的想法，在几分钟之内就变成一份既专业又美观的简报。我们今天的分享架构很清楚哦。首先会带大家看看现在 AI 简报工具的发展，接着我们会深入来玩玩看两个最主流的工具，一个是微软的 Copilot， 另一个是设计感超强的 Gamma。再来嘛，我们会把这两个工具拿来比一比，帮助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。最后当然会有一些反思跟结论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。其实啊，市面上的 AI 简报工具真的超级多，可以说是琳琅满目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们会把焦点放在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主角身上，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改变我们做简报的游戏规则的。现在市场上啊，大概有3个主要的角色。第一个就是深度整合在我们超熟悉的 PowerPoint 里面的 Microsoft Copilot。第二个是设计感非常强大的网页工具 Canva， 再来就是大家可能也很熟的 Canva， 它现在当然也有 AI 功能。不过呢，今天我们会把重点放在 Copilot 跟 Canva 这两大巨头的直接对决上，来深入比较一下它们的实际应用。好的，首先登场的就是 Microsoft Copilot， 它最大的王牌就是直接内建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用的 PowerPoint 里面。这代表什么？这就代表对于那些本来就很习惯微软生态圈的使用者来说，你根本不用改变任何习惯，几乎可以说是无痛上手。用 Copilot 的流程非常直觉，就像在跟他聊天一样。第一步，你先用白话文告诉他你的想法，比如说，帮我做一份关于 AI 趋势的简报。然后呢，他会先产出一个大纲，让你看看，觉得 O 不 OK？ 你点头之后，只要按一个键，啪，一份完整的简报就生出来了。最后再用它内建的 AI 辅助工具做最后的修改跟润饰。你知道吗？产出初步的简报其实只是个开始，真正的魔法现在才要来。比方说，你觉得某一段文字写得不够有力，很简单，把它圈起来，请 AI 帮你白写得更专业一点。或是你突然想多加一页市场分析，直接下指令，它就帮你生出来。那如果觉得版面太单调，右边那个设计构想的功能，就像你的专属设计师，随时给你新的灵感，让你一键套用。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觉得很专业的技巧哦。你一定要先想清楚，你的这份简报主要是给人听的，还是给人自己看的？如果是现场演讲，那投影片上的文字最好越少越好，它只是个视觉辅助。但反过来，如果这份简报是要让人家自己下载回去读懂的，那内容就必须够完整。而 Copilot 的改写功能，就是让你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快速切换的神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 Copilot， 它的优点非常明显，跟 PowerPoint 完美整合，几乎没有学习曲线。但缺点也是有的，比如说它有时候跑起来还不太稳定，还有它的设计范本比较偏向传统的商务风格，可能没那么令人惊艳。而且啊，换图片这件事居然还要手动来，这点是稍微可惜了一点。好的，那如果说 Copilot 是稳扎稳打的实用派代表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 Gamma， 它根本就是设计派的魔法师。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让人哇一身的视觉效果，还有极致的编辑弹性，那 Gamma 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。
Gamma 很酷，它在一开始就把主导权交还给你，你可以很精准的设定，我这份简报大概要几张投影片，你可以选传统的16:9，或是它独创的流动式排版，你可以挑选喜欢的视觉主题，甚至连图片要用 AI 生成、网络搜寻，还是让它自动搞定，都能在事前先指定好。刚刚讲到流动式排版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正是 Gamma 的一大特色，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投影片一页一页的框架，让每一页的高度都可以不一样，也就像在浏览一个很漂亮的网页一样，是垂直往下卷动的。这就创造出了一种很连续、很动态的说故事体验。说真的，这根本上就改变了简报的呈现方式，从线性的报告变成更像一个互动式的网页故事。不过，Gamma 真正的威力还是在于它那个超级灵活的卡片式编辑器，它让你不只是在修改简报，我觉得你更像是在玩简报，每一个元素、每一个区块，你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整。Gamma 的编辑功能真的可以用魔法来形容，比如说你的列表少了一点，AI 立刻帮你补上，而且版面会自动调整到最完美。图片不喜欢，它内建了 AI 算图跟网络搜寻，马上换一张。但最厉害的是它的智慧排版，你丢给它一个很无聊的条列式清单，它只要按一个键，就能帮你变成专业的时间轴、流程图。这就是设计的魔法啊！好了，介绍完这2大强大的工具，那问题就来了，到底该选哪一个？我们就来做个最直接的比较吧。你看这张比较表其实一目了然。我们先看第一项，最适合谁？ Copilot 很明显就是为了那些已经在微软生态圈里追求效率的使用者打造的，而 Gamma 呢就更适合那些把设计感跟弹性摆在第一位的使用者。接着看图片生成， Copilot 主要是用图库，而 Gamma 则是有很强大的 AI 即时生成功能。最后看编辑流程， Copilot 偏向基础的修改， Gamma 则是给你非常进阶细致的控制权。所以你的需求在哪里，答案其实就很清楚了。好的，在了解了这些强大的工具之后，最重要的部分来了。我们不仅要知道怎么用，我们更要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用。这次分享最核心的观念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不要把这些 AI 工具单纯当成一个省时间的机器，它们更应该是你的策略伙伴，用来增强你的创意，打磨你想传达的讯息，让 AI 去负责那些繁琐的执行工作，而你就可以专注在最重要的策略跟思考上。所以，请你想一想看，第一个问题，当你把所有繁琐的排版、设计工作都交给 AI 之后，你多出来的这些时间和心力，会打算用来如何打磨你简报的核心讯息？要怎么样才能说出一个更动人的故事？第二个问题，这关乎到你的工作流程。对你个人来说，到底什么更重要？是 Copilot 那种跟既有软体无缝接轨的整合性，还是 Gamma 提供的那种高度的设计弹性？最后，一个让你马上可以行动的问题，有了这些新的 AI 副驾驶之后，你最想创造出来的第一份简报会是什么？是下个季度的业务提案吗？还是你的个人作品集？别只是想哦，动手试试看吧。未来的工作方式就从你按下第一个指令的这一刻开始改变。